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2021年这个这么说吧啊，年根底下最强的神作之一了啊。之前我们说我看到了貂蝉的5进1臂，我已经爆炸了。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这个白黄忠。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这种设想，我说啊，如果说是5进的玩法。5进玩法打这个对吧？这个魔张飞肯定是玩的最多的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诸葛亮，那肯定最灵活，虽然说攻击力稍微低了一点，但很灵活嘛啊，所以说机会多。这两个呢是非常强的。继这两个之后呢，很多人都知道有白章，对吧？也可以挑战。而这边呢有传说中的这个貂蝉，也是我们小李仔爆你头啊，给大伙带来的这个唯一的一个人脑这个貂蝉的5进1臂通关。而今天更牛逼了啊！今天又是小李仔爆你头，在刚刚以及刚刚打出来的全新视频啊，在今天我就立马给大伙做了，就是我当年设想，我说按照我认为的这个人物理解，还有他们玩法的挑战啊，我觉得下一个能出的肯定不是赵云，因为赵云啊打3进都已经不错了，什么3进呢？进血、进地、进气儿。对吧？你想让他进跳啊，都非常的难啊，兄弟们！进 B 就别说进 C 啊，进 C 倒还好，就进 B 就不让他跳是很难的。然后呢，我觉得按照这个玩法之下啊，马超肯定稍微难一点啊。然后呢，关羽呢也难，对吧？普通黄忠那是难的难上加难上加难。而这个白黄忠，我当时设想了一下这个玩法，对吧？白黄忠有一个非常牛逼的社会摇。他这一点牛逼在哪儿？我跟大伙讲啊，白黄忠有个牛逼的地方是啥呢？就是传说中的啊，这个前手的射箭，可以一下射3个小兵啊，进血、进 B、C、D、进气。当然这里面肯定是不进卡兵啊，如果进卡兵的话，那就更上一层楼了，兄弟们啊，对吧？进血、进气儿、进 B、C、D， 天王难度，这就是最难的玩法啊！现在最难的玩法啊，再如果多的话呢？啊，还有最多是7进啊，兄弟们，最多是7进，就是当然你要说还有一些细节的进法呢，就是没法细算了。比如说不让追地，比如说你不追地，这也是一种进啊。你不卡小兵，就打 BOSS 的时候不卡兵，也是一种进。兄弟们啊，懂吧啊？哎，那如果再细化的说，你说我不让跑行不行？我操你们，那这太他妈难了啊！你不让跑的话，那是太难了。然后呢，还不让 A 第2下，你只能 A 第1下，你也不能练这个什么，比如说什么射箭不能练，比如说诸葛亮你不能练后黑，就后前手，诸葛亮你也不能 A 2，然后3啊，不行，你只能 A 1下。也就是说，目前最牛逼的那个绿蓝做的 TAS 玩法的就是诸葛亮全程只能走加 A 第1点，什么都不行，你只能走，连跑都不能跑 ，A 不能 A 出第2下。啊，然后1命无伤啊，当然无伤那就1命，就无伤就不用说几命了啊，确实无伤通关。确实啊，这个 TAS 也做出来过，兄弟们啊，就不多说了。当然那个那人脑就再见嘛，人脑那就再见了，就不用想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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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来到目前为止啊，小李仔我觉得他最牛逼的就是他玩的又不是特别龟，然后呢总是能在关键的地方能打出无伤。比如说啊，他打那个貂蝉，他玩貂蝉的时候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玩貂蝉，你没想到啊，他用貂蝉，然后在第4关吕蒙啊，在第4关那个吕蒙，也不能说吕蒙，在第4关某一个小兵啊不小心废的血，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前3关是铁是无伤的。前3关无伤啊，用貂蝉无伤其实挺难的，因为你要连招的话，你还要连这个对吧？这个天女散花，对吧？或者是上下手都要浮空，这就不好整了啊。好，来看看孙姬1、2、3、4看刀啊，这就可以，这一套招不少血啊，对吧？给你个机会练个5套半连招，就应该能练死。好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射箭，1、2、3前转身1、2、3、4，没接看刀追地，他可以选择追地反 A 接看刀的啊，1、2、3、4看刀，不接前手。好，射箭。其实我用射箭啊，就是你龟的话用射箭是真的牛逼，兄弟们，不要瞧不起这个招式啊，这个射箭确实猛。哎，有点装逼了，要射了。
1、2、3、4，看刀，漂亮！第一关无伤，哎，第一关无伤确实屌啊！一顿神吃，哎，其实我想说啊，吃满的话也行，你防止自己，你懂的啊。其实这个前手这招啊，就是这个射箭3根箭能射，它是最主要的是啊，对吧？它能射3个目标，而且攻击力也不算低，兄弟们啊，对吧？射一下是500滴血，该射点射啊。进摇杆进显示器那都不算啊，那都是扯犊子。其实说句实在话，这里面要说真进的话，你首先进 A 是肯定不行啊，这没办法，对吧？你没有这个玩法，对吧？你玩不了。啊，这里面黄忠呢10级之后啊也有一个特效，10级之后呢它 A 的速度会特别快，20级之后呢还是15级之后忘了啊，然后呢在 A 最后一下的时候有蓝光啊，有幻影。司马懿那里怎么过？你看所有人玩武进都认为怎么过，就是什么司马懿啊、杀魔科呀这种。啊，这个没有打到目标啊，主要是目的是让自己不小心练出来必杀，防止自己不小心把这个劲给破掉啊。所以说，只要没打中目标啊，就这也是算的啊。这个必杀不算练啊，因为你在玩的时候，比如说你拉上啊往上走，突然你就想往下走，然后想 A 一下，然后突然就一个上下手，这样的话把这个气儿就给废掉了啊，你懂的。马超进血切尔 BCD 进卡兵6进天王1臂，那这个出的就牛逼了，兄弟，你不用进卡兵，你就只要把5进进出来，把卡兵都可以用上啊！你先把这个作品打出来，我觉得就很牛逼了，兄弟啊，能晓得吧？啊，只要把这个打出来就已经很屌了。噔噔噔噔噔。好，直接射一手，搓地板，好，直接射死啊！你们干脆说进飞机、进火箭、进办卡得了，这进啥的都有，真是啊！有没有进媳妇儿的啊？好。左慈怎么打？左慈说句实话，左慈很简单，就 A 着打都能打。就很多人就觉得左慈不让 A 似的啊，就认为他在空中你 A 不着似的。就去左慈确实能 A 到啊，而且还能1、2、3、4呢。我告诉你啊，哎，进屋吧，这500分还给他摊啊，有那功夫是吧？对吧？你别被那个叉给插到了。好了，对吧？我不让那个放宝，但是我吃蝎子该吃啊，我可以防毒啊，对不对？对吧？我吃蝎子可以防毒啊！进泰森的弟弟，进左慈，那你们过分了啊！今晚上咋得给我整一4星吧？对吧？我这当然今天晚上不4星也无所谓了，就是说等我12月1号开始，每天能不能给我来一手4星？我就想请问一下啊，对吧？你这对不对？好，到目前为止还是无伤啊，看没看见啊？用蝎子了，怎么能是用蝎子呢？蝎子其实你想用都用不了啊，蝎子你只能用黄忠去吃。吃完蝎子之后呢，这个咱们防毒可以用大碗酒啊，就是白干酒、白干酒、白干儿。等12月1号可以，那意思就是我11月26号、27号、28号、29号、30号就揽闲子了呗。这个好，进屋吧，要不要烧无冰火？操，我还行，大哥，那你进来有啥用啊？对吧？对吧？这很多人说是无冰火有啥用？其实无冰火啊，可以减少自己这个，可以打冰门啊，可以打冰门，还可以减少火焰伤害吧？我记得啊。还是减少什么伤害来着？其实和氏璧啊，你该留着也可以留着。就哎呀呀呀呀！看没看见？这就是啊，玩的还不够规，看没看见？有点太奔放了啊！结果这一下费血了
很难受啊，确实很难受啊。我给你1、2、3，那1、2、3是最难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对吧？就是干部带了头，对吧？大家有劲头，对吧？大家没领导肯定干不好，不是送的少就是跑不了，对不对？啊，减少兵伤害啊，那就是减少兵伤害。那个和氏璧是减少火伤害，好像我记得很清楚，还真不是减少爆伤害，它是减少火伤害啊，我记得是啊。12月1号是啥日子？没啥意思。12月1号是新的一个月，是为了瓦郎的任务啊，对吧？它是新的月份啊，这是为了瓦郎的任务了，没别的意思了啊，主要是，对吧？就开月，就好比每个星期的1号，对吧？开始冲榜1，对吧？榜1大哥带了头，大家伙开始有劲头，是不是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嘿嘿嘿，其实小的时候挺害怕这个9节杖的这个黄红，还有一招搓地板非常赖啊。要不要卡那？哎，要不要卡那个骑兵？卡铁甲骑兵啊？不卡了，要不要卡？全程黄忠用剑啊，前手去射死这些 BOSS， 可不可以啊？好，应该卡了，应该卡住了，哎，这就是卡兵，看不看见？好，尾连卡住这个铁甲骑兵是真的赖啊！好，尾连是真的赖啊！好，啥也不让吃，哎，气不气啊？其实说句实在话啊，吃了也就吃了，除了血你不能吃之外啊，对吧？其他的吃了，反正在包里，反正你也放不了。啊，这里面剩一个铁甲兵，可以给自己多打点分儿。小的时候都知道啊，你最后打的剩哪个怪，他出来的时候就是哪个怪啊。神秒了，认作大哥。好，射，不射，哎，我这一下我差一点啊。好，射。好，哎，走反路啊，也是个狠人啊，也是个狼人啊。你看这黄忠攻击力，打这个小兵1、2、3，2、3，哎，直接死。这个刀盾兵，哎，追地呀？不追，就是射。好的，小铁甲，哎，要打无限兵吗？啊，要打无限兵吗，兄弟？好的，在这里不合适啊！你这个打这个无限兵能打多少分啊，兄弟们？真的打不了多少分啊！快进，快进，快进！哎。好，时间快到了，兄弟，是吧？逼逼赖赖了一会儿啊，能不能进一个跑？进不了，跑实在是进不了啊。只是踏死的话可以进，可以。走吧，为了打点分，为了升点级啊，感觉真的是拼了，兄弟们。离榜4服。有5进1命的吗？没有啊。好，来一顿射。
哎，这个射是真的猛啊，兄弟们！实话实说，进洞。好多人好像基本上不走这个反路啊，对吧？哎，不走反路，这确实是猛啊，就是啊。黄金加这个铁链，该吃分吃分啊！这里面咱们还是要保证自己能奖2条命，对吧？你奖2条命，再加上本身2条命，你死3条命啊，最多是。但是如果你死2条命就能通关的话，那岂不是屌的要笑歪了啊？对不对？那长沙哥懂哪个游戏？应该说是懂拳皇格斗是吧？但这一阵没有什么高质量的拳皇，我认为啊，就是拳皇97的比赛。98的话呢，在29号、30号是有官方的月赛，对吧？好，定军山，哎，这根本不扯这个逼事儿啊！按理说应该等一手啊，但是呢，其实没这个必要，因为你也不让爆气儿，对吧？你爆气儿砍才狠，不爆气儿砍他一刀。谈不上不疼，但是也没疼到哪去，对吧？啊，好，前前锁再跟，多，哇！好，就是用前前锁去撞啊！这个铁甲兵说：“哎，你在台上面，然后你撞的时候，请问你是拿膝盖顶我头吗？请问是拿膝盖顶我头吗？啊，好，下来了啊！这黄忠想要跳是跳不上去的，兄弟们。你如果说是像什么张飞啊啥的，还能往上跳啊，黄忠就没办法往上跳了，那真是没招了啊！没有技能了，主要是。好，捡起来。好，再后撤。射，哎，他不敢射，刚才，对吧？线上97跟线下91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啊。好，他选择伪卡兵，直接前锁看刀，选择伪卡兵啊。什么叫伪卡兵呢？就是用地图杀，哎，勾引他出招。前锁1、2、3， 1、2、3、4，看刀。好，哇，这果然是克制啊！我靠，我还寻思时间不够，还得再拖出兵来，然后再打一番，没想到就够了啊！好，来个蝎子过江啊！哎，蝎子，哎他妈的，我江呢！当当当当当当，黄忠怎么上去啊？黄忠，你告诉我怎么上去？进 BCD 啊，他对吧？他怎么上去啊？进 BCD 进气儿，对吧？进 BCD 进气儿，你想放必杀也放不了啊，对吧？蝎子过黑马过林啊，黑马过林，黑蝎过林啊，这叫啊。有气儿可以上去，有气儿要进气儿啊，对吧？进血进 BCD 进气儿啊，你进了，对吧？好，葡萄哥5手大钻粉卡，那感谢我葡萄哥啊。
哦，桃园三结义拜的是什么？开玩笑的说拜的是关二爷，开玩笑的说是拜的关二爷，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拜的关二爷啊，那肯定不是啊。刘关张拜的是谁啊？理论上来讲就是拜天地，对吧？就是拜天地，就是那个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兄弟对拜啊，谈不上对拜啊，对吧？应该是拜大哥啊，拜的就是刘备啊，最后肯定是要拜刘备的啊，刘备是大哥。那刘备为什么是大哥呢？啊，别看刘备岁数小，但刘备是大哥，因为刘备的身份特殊啊。拜就是拜的天和地，他也没啥祖师爷啊，就拜天地啊。噔噔噔噔，好，黄忠打气儿是真慢啊，而且他经常还会用前手去打，所以说肯定是慢一点啊。那他已经用气儿了呀，他用气儿主要是因为不害怕自己这个上下手，他用的气儿都是没有作用的，比如说过图，比如说过了关、过了图这种过渡场面的时候用这个气儿，比如说爆气或者说练一个李广射虎，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自己不小心把必杀，对吧？在打兵的时候把必杀练出来，这个很好理解啊，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说他练了啊。其实严格来讲要不练也行。不练的话就真点注意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往上走的过程当中，突然下面刷了个兵，你又想拉下，然后摁一下 A 去 A 这个兵，结果不小心练出了一个，哎，咔咔咔咔啊，就傻逼了，直接就傻了啊！就是怕出错啊，才爆气的啊。刘备会编草鞋，属于无本万利。哎呀，这话不能这么说，手艺人手艺就是本儿，对吧？学习，你看这个爆气，对吧？他爆气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吧？没有意义的，就是为了爆气啊。好。这个跑的拿个驯兽兵啊，跑的劲儿劲儿的啊。禁地那刚才也用蝎子了，什么叫我感觉9S 你好像傻，这也是房间的老房管了，你就不能认同这个我说的我们大家伙认同的这个道理吗？你非得整出一些怪怪的。禁地怎么我吃蝎子怎么我咋了？我想问一下，我是按这个地这个键子了，还是我真是服了啊！我吃蝎子，我按那个蝎子那个键了吗？我想问一下啊，难道我吃蝎子我对吧？我干什么了？你说的是那个一堆那个蝎子吗？主要是为了蝎子过江那个，蝎子过江那个你都过关了对吧？你都过关了，我操！你这可真是有意思啊！你这是硬刚，这是纯硬刚，这是啊，纯硬刚，就是为了刚而刚了，对吧？好，这个黄忠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技能卡兵啊，对吧？我就一顿射就行，对吧？可以卡兵，哎，射一下，应该没死，还得再射一下。好的，哈哈哈哈！不是咱就是啊，你放蝎子，你说为了拿蝎子是吧遮人？你要说，比如说为了地图。
最开始就有好多人为什么要走这个背路线啊？他为什么要走背路线？对吧？进 BCD 进那啥，有比如说你选择用这个诸葛亮，对吧？你选择用诸葛亮，你就必须得走那个路线，要不然你用诸葛亮的话，就是你要走这个，对吧？比如说你打黄盖，然后上电梯，那个电梯你不让人跳，对吧？你不让人跳，那你对吧？你说那我跳上去，我又不打人，我又不干什么的，那人家就说了，那不行，对吧？那你就得换路线。事实上，你没有跳，也没有能飞过去的技能，没有像人家什么天女散花啊，没有像什么饿虎扑羊这种技能，能跳上台上这种技能的话，那你真的是对吧？你只能是换一个路线，是真的有一条路线完全不用跳，它甚至第3关的盘山道和对吧黄盖那一关的那个电梯，它不用走这个地方，它是可以进去的啊。哇，你打不到人是不是可以也是这样？为什么呢？人家会说了，对吧？你还第一是没有通关，第二也没有过图，你是为了怕失误，你可以比如说你暴击连必杀，但是问题在于哪儿了？你这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你跳上去了吗？对吧？对吧？你是不是你得你跳上去了这个事儿？那我就会说了，我可没让，对吧？你这跳上去了，然后一会儿还得刷兵了。当然事实上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没有必要降啊，对吧啊？对吧？你比如说你跳上去有什么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吧？好，再前走。这个底下那个大铁锹，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拿铁锹的这个到底是炊事兵呗？就真的是像我对吧？好，你看他把这个保全放了，他在等这个车。我感觉这个，我感觉就是我听我小的时候，我父亲不是当兵吗？他说有很多就是那个炊事班啊，就是说炒菜，对吧？就是真的是这个，就是拿铁锹，就是小型的铁锹去炒菜啊，真的是啊，我认为是啊。他为什么连看刀都不发呢？就是直接正摇手，他为啥不练啊？好，这个 boss 只要你看，所以说卡兵其实挺简单，兄弟们啊，真卡兵的话也没多难了，就是怕这个对吧？所以有一个6进，对吧？你6进卡兵，这个是真难受啊。一会儿可以找个人印证一下子，这个看看9S 说那个就是咱们这个不是说这个玩法啊，咱就正常。黄忠如果用这个必杀，能不能对吧？往前移一下，能不能落到台上啊？能不能落到台上？可以，这是只是为了发散性的思维啊，去这个做个小小的实验啊，没别的意思啊，兄弟们啊。哎，我听说啊，就是我听说现在就是部队的这个伙食可好了，真的啊。就最开始那时候是我父亲当兵的时候是78年，他当的兵，然后他78年当兵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就是可能是每个星期能吃1顿米饭，啊，能吃就是1顿米饭1个星期，对吧？然后过节的时候，包括过年啊，重要的节日啊，就中国传统的重大节日是可以吃饺子的，还是肉馅儿的，平时都是吃什么高粱米饭。对吧？什么粘米饭，就是那个，就这种，大伙儿懂吧？啊，好，我感觉在部队里面最狠的就是我爸那个连队里面啊，赶巧了啊，
虽然说呢，按理说啊，就是现在想想都是很平常了，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实话，这个比如说一些清真的饭店也少，对吧？食堂里面就是可能也没遇到过，就是必须要吃那个清真的，是吧？然后你就看部队里面就专门有一个人，他就一个人，他是回民，对吧？他这个回民，然后他就他不能吃猪肉嘛，对吧？然后呢，专门就得给他做一个饭。真的，对吧？你还是也确实没办法，这个炊事班啊，也确实是，就他确实挺难受啊。而且你要炊事班，它最难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专门给你做饭，对吧？做菜，这都好说，对吧？这都好说，但是给你做多少呢？你是够还是不够呢？哎，还得另点起锅，比如说我这个锅炖过猪肉啊，怎么办？我还得另外给你准备一个锅吗？后来呢，这个回民是这么说的。这个战士啊，这个回民的战士这么说的，说你呢把这个锅呀，你给我刷7遍，对吧？你刷7遍，然后再炒就行啊。我大伙能理解吧？啊，能理解吧？啊，这个确实难受啊。啊，我们东北是不是都吃馒头不吃米饭？你听哪个人说的呀？东北，你听说过东北大米吗？你搁这儿来的，你去造。这东北的大米，说句实在话，无论是哈尔滨五常大米，还是我们牡丹江的响水大米，还是那个对吧？我们虎林大米，还有我们东方红那边那把马鞍山林场的这个马鞍山农场的这个珍珠米，哪个大米他妈的不比？咱不杠啊，但是确实是，作为东北的这个经纬度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它对吧？加上黑土地，加上对吧？这个是水稻的加持，确实比南方的米要好吃很多。但是我想说呢啊，就是你们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在东北啊，是有很多多民族融合或者多地域融合的地方。比如说我姥姥她就是山东人，对吧？我大娘她就是杭州人，对吧？然后呢，你像这个我的这个干姥爷。啊，他就是四川人，对吧？这个多地域融合，好多对吧？有很多地方的人，对吧？吃的东西就会很杂，无论是馒头、米饭、面条、大饼，对吧？对吧？还有什么疙瘩汤，什么粥，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到现在那时候啊，很少，就是那时候吃的很少。我小时候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那时候谁吃过什么米粉儿？对吧？谁吃过什么螺蛳粉？那时候你想吃它也没有啊，对吧？他也没人做，也不会开这样的饭店啊，你懂吗？啊，东北吃馒头的绝对多，你随便说，你爱说就说啊，对吧？你想说啥是啥，好吧？反正我一个东北人，我是对吧？我一个黑龙江人，我在你这儿我变成了，对吧？我都不如你了，我都没法说我自己了，是吧？啊。反正是在我家的话，我只能告诉你啊，这个吃米饭多。我跟你讲，米饭贼简单，你就很简单。为啥说吃米饭多？米饭就一个电饭锅完事儿了，一个电饭锅就完事儿了，对吧？你想做的好吃一点，可以买个蒸箱，但是一般个人家没有买的，对吧？你想做的对吧精细一点，你可以提前1晚上给它泡上，对吧？或者提前2、3个小时泡上。你蒸馒头，你有面引子吗？你是不是还得发面啊？吃馒头咋吃啊？我自己做怎么吃？我要不是去买那个炝面馒头、花卷、发糕、糖夹豆包、油饼包子，我自己给家蒸。现在都尼玛住楼了，我还得管我姥姥借面引子去，还是我拿那个什么这个酵母、那个安琪酵母啥的，泰特乐的，然后我去发个面，我连炕都没有，我怎么发面？啊，面条也是怎么的？我死面条，我自己整个擀面杖，我擀完之后刀切面，我操，有那个功夫，我他妈买个挂面我也行啊。但是我实话说，面条和馒头也吃的人也不少，但是绝对是米饭是挺多的。那简单呢，你谁家都能做米饭，那怎么到你那就变成了绝对是吃馒头吃的多？那你来我这开馒头店吧，保证能发财。按照你的说法，反正我是这个意思啊。对吧？我就是吃馒头吃的多，我他妈听起来我感觉你好像不是东北人，你应该是东北3省的省长，对吧？联合省省长，对吧？相当于这副国级干部，我感觉你应该是这样的啊，没错的啊。
哎，是真的服了。很多人说吃早餐有没有吃米饭的？哎，早餐吃米饭的人不多，但是也有这么一个早餐的类型叫什么呢？啊，叫什么呢？叫羊汤米饭。啊，一碗羊汤，一碗米饭，整个小咸菜吃，有这么个早餐。但是大多数你看啊，有什么呢？有酸汤子，哎呀，有酸汤子，有这个就是兰州拉面呀，河南拉面呀，啊什么烩面呀，啊这种。再就是早餐还有一些吃粉儿的，粉儿的也少一点啊，少一点。不像什么长沙，我去长沙，我去南昌啊，这粉儿是真好吃啊，但确实是。但是这个我们这儿一般就是面条，然后早餐呢就吃饼，啊，吃点饼包子，对吧？这早餐羊汤米饭也有啊，早餐羊汤米饭也有。最近几年这个酸汤子也火，但是呢啊，这个你要真说吃，除了早餐之外啊，这其他的还是米饭多。你到哪都是一碗大米饭，对吧？豆角排骨，对吧？排骨炖豆角，拿那个汤，对吧？直接往那个碗里一倒一扒拉一拌，对吧？直接咔咔咔就一拌。那小的时候，我13、14岁的时候长身体的时候，一天，对吧？一天一顿饭要不吃个3、4碗米饭，我能受得了吗？那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啊！那肯定是吃米饭，那哪里吃馒头面条有少？但你要说山东人啊，我感觉馒头多。为啥？我虽然说我不敢这么说，我只能说我认为啊，我不一定是对的啊。因为我去山东，我在潍坊边上有一个城市叫青州，大家伙都知道曹操起家不有青州兵，对吧？青州兵，什么兖州兵什么的啊，这个青州这个地方，对吧？我是去那儿干过半个月的这个活，一个化工厂。我大学毕业，我去那儿，对吧？这个是我妈妈她朋友的这个工厂。说白了，我们阶级差得很远啊。人家虽然说是我妈的朋友，但是呢，对吧？这个人家是大老板，我们就是我一个小孩嘛，对吧？但我去那儿打工呢，刚一去就赶上这个公司做这个，算是这个叫什么团建啊，对吧？就带我们从山东青州雇了个大客，这个大客就开到河南的这个，对吧？应该是河南的这个焦作啊，这个附近有一个叫云台山的地方，去那里旅游。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从这个山东过去到这个河南就好像吃面比较多。然后这个山东呢，我就因为他大多数啊来这儿，在我们那个工厂工作的啊，无论是领导还是说员工啊，基本上85%左右啊以上啊都是这个本地人，他们就真的是都吃馒头。比如说到一个饭店，有米饭有面条，但是没有馒头。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做这个活动的这个团建的这个组织者啊，可能是公司这个什么礼仪部的，不是什么部的，他就得去采购，他专门去找一个地方去买的馒头，然后对吧，发给我们这帮人吃。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懂我的意思啊？反正呢是情况就这个情况。咱这个事儿吧，因为咱没有必要去犟，也不是说谁对谁错啊。你像这个一个东北人评价不了东北人，也可以拿证据来说话，对吧？不是说我们喜欢吃大米饭我才这么说的啊。比如说我喜欢吃，但是事实上就是大米饭是最简单的啊。好，我他妈的这个摄像头，大米饭确实是最简单。谁家就是你别说家长，不用家长做啊，你就谁家哪个小孩对吧？一碗大米2碗水，对不对？对吧？你用1碗大米2碗水，然后直接一焖，对吧？这个电饭锅自动跳闸，自己就可以做1碗大米饭，对吧？早上给你买了一个鸡腿，对吧？在冰箱里，直接对吧？你腾一下，或者咱现在有条件了，有微波炉了，以前没有的话，对吧？你腾一下，或者说就凉的无所谓，整点小咸菜。大马哈鱼，对吧？整点萝卜干、咸菜、小贡菜，对吧？辣白菜，对吧？你就是大米饭，你吃呗，对吧？就咱这个东西就简简单单。你说让孩子去蒸馒头，你让孩子去擀面条，这肯定是不现实，对吧？确实不现实。面条还好点，最起码有个挂面。馒头的话，你只能去买。小的时候我家住7楼，有的时候我想吃馒头，我为啥想吃呢？因为这个馒头啊，这个米饭泡汤和馒头去蘸汤，啊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那个盘子是吧？啊，那个盘子那个底儿拿馒头去蘸，哎，确实香。大伙能理解吧？确实香。
还有小的时候我在网吧包宿，对吧？一个馒头切成2半，然后呢刷上那个油啊烤，再刷上那个辣椒酱，烤馒头也确实好吃。馋了啊，确实好吃，对不对？但是小的时候呢，我吃馒头咋吃呢？这个我家住7楼，7楼呢我不愿意下去买。但就有这个卖那个炝面馒头或者卖馒头的啊，卖馒头啊、饼啊、糖饼，对吧？哈尔滨风味糖饼啦、糖饼自面麻辣饼、豆沙枣泥果酱饼，还有糖酥饼等等啊，就这些。他推着小车，他不可能给你送上7楼，对吧？他也不是快递，他就是小买卖人嘛，他就走街串巷的，对吧？但是呢，你可以下来取，或者说你像我7楼，我有个筐，我有个绳子，这绳子可以缠个球。我把这筐往下一扔，对吧？对吧？筐里就有钱，比如说我扔2块钱，2块钱呢是8个小馒头，就1块钱4个嘛，那时候挺便宜啊。这炝面馒头小啊，1块钱4个，2块钱放下去，他把8个馒头扔上来，我就拎上来，然后缠上，都是这样的，对吧？那我自己蒸馒头肯定蒸不了，这年头，我想说你想找个会蒸馒头，我跟你说啊。你找不着啊，不好找。好，感谢我们的战五渣一手大金卡，还有我们文哥一手钻粉飞机。今天晚上抽4星，果然有，有没有望啊？有望没有啊？那个我有个哥们儿啊，他爷爷，他老家啊，就他父亲那支儿啊是河南的，他是河南安阳人啊。最近这个安阳可能又有个什么，咱也不知道有个什么新闻啊，有点争议啊，但我不太懂。我不了解了啊，他是安阳的，然后呢，他特别有意思啊，就他说他家的这个他叔叔辈儿的人啊，都是吃面条，都是怎么吃呢？他怎么吃呢？啊，他就蹲在大树底下吃，还得蹲着啊，坐着不吃，也不是站着吃的，蹲着吃一碗面，我这头子了啊！睡前听听我狼瞎白话，睡的就是香，那必须的必，那大力出奇迹嘛。那不听我狼解说，哪有那个魄力啊？是不是啊？我觉得有。哎，小的时候吃，其实我从小接触啊，因为小时候孩子啊，一般都不喜欢吃什么蔬菜，对吧？除了一些特殊的，比如说豆角啊，或者是我就是蒜苔。啊，那个时候在东北，对吧？尤其是冬天，你想吃蔬菜这太少了啊。那时候你也懂的，大棚技术都不是很完善，不像现在是吧？啊，咱就不说了啊，对吧？什么大白菜谁吃啊，对吧？萝卜、白菜、土豆的啊。但是呢，确实这个小的时候，你东北嘛，特色嘛，大冬天你懂的，谁家整个菜窖什么的啊。但是我就想说个啥事儿呢？我小时候吃的话，我比较喜欢的啊，就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每个星期的星期天，对吧？这个狼爸都会奖励我1根鸡腿儿，啊，不是那个鸡小腿，是鸡大腿，就一个扇子形，就形状呢有点像啥呢？啊，有点像这样似的啊，有点像这样似的啊，就是一个腿这么拿着，然后上面还挺大挺肥，大鸡腿。我自己吃啊，我自己吃一个大鸡腿，尤其是那个鸡那个皮，对吧？一咬一股油，然后鸡啊，这就非常幸福了。在平常就是啥呢？火腿肠，那个时候哪有像现在吃这个红肠那个肠，再不济这马可波罗肠都挺好的是吧？哎，什么俄式烤肠，对吧？什么最近10根烤肠是吧？啊，这个梗。小的时候我就吃那个什么双汇王中王，哎呦，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能吃那个，我吃都咋吃？比如说这是一根肠啊，人家吃都是啊一口，我对吧？我是怎么吃啊？这样式的，啊一大口馒头，然后，哎，我都这么吃啊，抠的跟狗一样啊。就抠的跟狗一样，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啊？一根火腿肠能对吧？一根火腿肠，中午吃半根，能救下2个馒头。吃点豆腐乳啊，吃点豆腐乳蘸馒头加火腿肠啊。小的时候还有一种幸福感叫什么呢？
叫馒头、黄瓜、老干妈。拿馒头啊，老干妈就筷子往馒头上一蒯，然后黄瓜，哎，泰森的弟弟叫太爽啊！就这种幸福感，你们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得到啊？反正我小的时候是劲儿劲儿的，反正是啊。好，直接追死，哎，没死。啊！好。哎，通过捡宝来躲啊，这真尼玛赖，感觉跟那个《西游释厄传》似的啊！通过捡宝来躲这个全屏杀，是狠啊！那个时候有老干妈，你别闹了。什么叫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就有老干妈啊！老干妈那时候还挺便宜的，我记得还是4块5还是5块钱一瓶，现在都已经卖到9块多，甚至是10块钱了。有的时候超市打特价卖8块9，我抢着买啊！是狠，但是老干妈经典的就是豆豉油辣椒啊，光油辣椒也不行，什么牛肉那什么油辣椒那都吃不起呀、那都一个小瓶的就卖那么7、8块啊，我吃不起，就是豆豉油辣椒啊，有这就搞定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像这个当时吃那个王致和豆腐乳。我妈吃臭豆腐，然后呢，我吃过一阵儿，我觉得是好吃，但是呢，还太难闻了，我还是不愿意吃了啊。后来我就不行，实在是太难闻了啊。我妈挺有意思啊，我妈喜欢吃韭菜花，喜欢吃臭豆腐，喜欢吃榴莲糖，但是我妈是吃不了辣椒的，半点都吃，吃完之后会住院的啊。好，来看看。马上啊，就将是大家伙期待已久的时候到了啊！小的们看招！哈哈哈哈哈哈！对，呀啊！我连着练3个必杀！我妈口味是挺重的，但是我妈到现在也没有高血压，反而我爸高血压啊！哎，感谢我们葡萄哥一首《大雪飞》，雪花飘飘，北风。好，一首葡萄哥的一首《雪飞》啊，有牌面的，有牌面的，有牌面的，这左慈是有牌面啊。好，哎呀，我这一下啊，这个人必死了。我想说他不死，他时间也不够了啊。好，看刀，为了求稳啊，这个人死是真没办法，兄弟们啊。这个天王难度的这个左慈一个劲儿的放必杀，我是真啊！文哥，发生什么事了？我操，这牌面大了啊！这直接不是啊？那你这不一下4星了吗，兄弟？文哥，这直接四星了。四星了啊！噔噔噔噔！哎呦，这一下，老板连葡萄哥都说糊涂了，我真是。叉腰哥说也就算了，葡萄哥都说糊涂了，真是。兄弟们，1毛钱的小银头还差5个啊！你也不用问价，你也不用讲价，你也怕被改，对不对啊？哎，今晚冲5星太过分了，5星真的啊！说句实话，这个就我这个豹子
我说5星的话啊，是真没必要啊，就是因为啥呢？咱没有这个实力。我说实话，咱指啥管人要5星啊？就除了大老板，咱说句实话，偶尔一年能帮我冲个，往多了说一年啊，我也就个5次6次吧，真的啊，就一年的话。所以说这是不奢求了啊，因为你不像我，像那些拳皇高手，我如果是高手的话，对吧？那我通过自己的获胜啊、荣誉啊，比如说获得夺冠军了，那都很正常。但是咱一个解说是吧？何德何能啊？是不是啊？过了就要下班了是吗？没准有大老板过来，夸一个超火，对吧？好，感谢我们的火鸡面的雅雅，还有各位小伙伴啊，直接到4星，我感觉真是绷不住了啊！这4星，哎呀，这幸福感。然后是这样的，就是4星的话呢，想要冲5星啊，是需要18飞的。18飞相当什么？相当于也就是怎么才能有这种情况呢？就是过年，或者说是啊某种特定的时候吧，可能说凑凑热闹啊。好，哎，9S 也哇，9S 也是老房管了啊，就不多说了啊。这是直接跟一手，那这热度直接26万，感觉好屌的样子啊。好，哎，你看这个小李仔也在啊，这小李仔是咱们，你看是直播间里这个小李仔，他这个名字不敢念，念完容易封直播间啊。哎，这个小李仔，他就是这个视频的操作者，他目前应该是貂蝉5进和白黄5进的第1人。下一个5进能出的人，我认为还不是赵云，我认为赵云5进实在是太难了啊，因为赵云没有跳 A， 我实在不敢想象应该怎么玩。但是如果说再来一个5进的话，马超也难啊。你看马超呢，他下蹲 A 应该挺好的，但是没有下蹲 A 啊，你这个就难受了。哎，大哥，我这个摄像头。解说特殊游戏，那咋解说呀？猪哥别闹了啊！下次看他现场打，现场打吧，确实是，现场打确实是5进太难了啊！他不光是紧张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由于我毒奶的问题啊，对吧？又紧张，再加上我的毒奶。炸了1次，然后就崩了，直接就崩了啊！真黄赵云都出了，那我没看到啊。是这样的啊，咱虽然说也只能算是半个这个《三国战记》的圈里人士啊，算是半个。我是没看到啊，有 TVG 吗？说白有录像吗？我是看那个什么赵云，是我目前接触到的赵云是天王进气儿、进血、进地，但他不进 B 和 C， 他不进 B 和 C 的这个一币通关，这个是我是见过的。然后呢，这个真黄，因为真黄吧，因为他还是没有一手这个看刀啊。当然肯定会说一看刀，对吧？这个没有又能怎么样？而且他还没有这个前手啊，他这个前手其实挺恶心的，我觉得啊，一下可以打3个目标，可以把目标直接打倒，对吧？也就是也挺厉害啊。当当当当当，对啊，所以真黄能打出来，那肯定比白黄要厉害。这个我认为也是，别看啊，都是。感觉好像那个攻击都差不多，但是少一个看刀，少了一个射箭，少了看刀，少了射箭。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我刚才跟大家伙说的马超的话，我觉得没有蹲 A， 对吧？马超的这个下蹲 A 也挺厉害啊，没有蹲 A， 我觉得也不好打。好。还有就是关羽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关羽啊跟貂蝉啊，反正也差不多。
比貂蝉我估计是要难一点吧，因为比如说关羽飞龙在天，对吧？他配合不上那个上下手，而且他不能爆气，看刀的话呢，就显得对吧攻击乏力了，对不对？小狼看微信 ，OK， 真黄的太长了 ，OK， 已经把 TPG 发给我了啊，真黄中，关羽也出了，哇靠！我能不能称你为《三国战记》武进第一人呢，兄弟？不是，我能不能称你为《三国战记》武进，对吧？这个应该叫限制玩法的第一人呢？那你全人物都能出了吧？真的？那这太猛了啊，兄弟！还在打张辽，张辽啊，张辽，然后马超，这么一看，这是比较难的啊。张辽、马超、赵云，赵云那个什么，赵云那个对吧？这个小李仔说赵云早就出了，那我倒想看看到底赵云练不了跳 A， 他是怎么过的啊？怎么清兵呢？我在想。普通黄忠那是真牛逼，兄弟们啊！但是呢，普通黄忠呢，小李仔说时间太长了。其实不是，我发现小李仔你好像你瞧不起谁呢啊？是你跟一个小狼跟一个职业解说摊分的说时间长，我是你，哎呀，你是没见过解说《三国战记》真黄忠摊分了，没见识过吧？是不是没见识过合金弹头3？对吧？合金弹头3的那个摊分吧，当你见识过之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亏可以吃的啊！你能打多长时间？时间长，了不起2个来小时，好吧？好，左右 A 没有，我操！那他妈有左右 A， 有一个原地夸夸抡刀那个，我操，那他妈多烂呀那个啊！其实我觉得这关挺难的啊。因为这关咱们是从那个地图里走出来的，对吧？从这个荆州城里面出来的，对吧？我觉得前期你看，尤其这个兵你卡不住，对吧？这没卡住啊，这就难受了。马超，哎，那也就是说，对于小李仔来说啊。小李仔的诸葛亮呢，我是没见过啊，可能他不太擅长这个人物，还是早就打出来了，都不屑于了。因为诸葛亮现在好多人都能打出来啊，还有魔张飞，对吧？魔张飞、白张飞，有机会可以把他的全人物都搞一手。现在最难的，应该按照说法最难的就是张辽跟马超了吧？这2个人武进是最难的了吧？因为至少按照这个小李仔说的，就是我，对吧？我现在正在挑战，但是这个挑战首先他先有一个方案。对吧？他不是，我个人感觉他并不是说，有一些地方是无解的，就是可能就是没办法，比如说时间就不够，比如说你打左慈，你可能时间就不够，就算你玩的挺龟的，然后呢没有被左慈和 BOSS 打到你几点，你死不了，但是时间到了怎么办？对吧？这个就很难受啊。好，在没卡兵的情况下，这个地方难是难了一点点啊。卡不住兵，但是呢，这个地图非常大，尤其是上下这个 Y 轴啊比较大，所以说还是挺屌的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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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小李仔到时候如果把所有的5进都打出来，可以挑战一下6进或者7进。什么6进7进的啊，兄弟们啊，是这样的，6进这个进卡兵，7进是进追地。虽然说追地说有的人不追也无所谓，对吧？卡兵呢，说白了，反正也肯定难啊，但是又没有那么，我操，我这个摄像头，我尼玛，我那个还在路上呢啊，我那个，这摄像头真是不稳定啊。我都快谢顶了，还没看完地中海啊！
一手地中海是真没完了啊！好，我昨天那个这不就是这个就是昨天那个呀？这个就是模糊的这个嘛，帧率低呀。然后那个昨天一顿神修也没修好啊，没修好嘛，对不对？这一下就变皮了啊，变得非常皮，蹦蹦蹦蹦蹦，当当当当当当。蒙着眼睛打啊！我真见过蒙着眼睛打街霸2的兄弟们，我见过蒙着眼睛打街霸2挑战的啊，就是能通关啊！我的意思是能通关。哎，我这一杵子！其实我想说，兄弟们啊，如果让我玩拳皇98，然后通关蒙着眼睛，其实也有方法。首先就选2个人就行，哪2个人呢？一个是李板崎良，然后一个是那个大猪，啊，就完事儿。一个李板加大猪，我认为啊，当然我只能说我认为啊是有机会的，就以我的技术啊是有机会的，但是一定要开声音啊！如果你不开那个声音，没有那个欧利亚啊，没有这个声音，那肯定是不行啊。进显示器，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玩拳皇97进手啊，进手用什么玩？用脚玩啊，用脚玩。后来被超管，何池还不是谁啊？后来被超管把直播间封了，我操！啊，太狠了啊！好。我感觉这个是也确实是啊，你封了也确实嘚儿喝了，你这咋给封了呢啊？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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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放他走啊 ！Let me go。这魏延看见黄老将军，你还敢反？黄老将军一个腿绊啊！哎，我操，这一下！哎呦呦呦呦，这个金轮，社会摇，这个地方为啥难啊，兄弟们啊？小兵不仅厚，而且地图太小啊。再加上这个魏延的这个硬直还挺高，有的时候这个他跟小兵一重合吧，你就有的时候就是打着打着，他突然就反击你了。哎 ，KO！ 哎，真是泰森的弟弟叫太惨啊！这个小兵说不牛逼啦，不装逼啦啊！好。好，哎呦哎呦我，这个反正也没有什么满不满血开饭的，过了20级死命是最合适的，因为它多了那么一奶血，对吧？对吧？你要是0级死命，那肯定不行。那你要是5级死命，对吧？也不行，是吧？你对吧？10级、15级、20级，20级之后，你这个血量总格它就合适，了，对吧？这个玩法没啥观赏性。说句，哎，兄弟们，说句实在话，我反而会觉得呢，它是挺有观赏性的。它怎么个观赏呢？就是极限，对吧？它虽然说不会作为什么。办这种什么大赛啊，比如说速通比赛、秒杀比赛啊，不够秀，但是呢，反向秀也是秀，对吧？就是对吧？当然，这个毕竟它是打限制的，打限制这玩法。如果是格斗游戏这么整，那肯定是那就是纯娱乐了啊，那就是。但闯关类型游戏就是人在最极限的这个之下，你怎么用最普通的东西都能
都能这个过关，对不对？比如说禁地玩法就是告诉你，对吧？你如果没有了宝，怎么打这个 boss 呢？就是我没有宝了。很多人说我打魏延很简单啊，吃个雷神锤，然后直接黄石弓，然后黄石弓。哎，说是这么说，但是如果你没有黄石弓，你怎么打魏延呢？啊，对吧？连小宝都没有，什么宝都用完了，对吧？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吧？比如说禁血，就是说你时刻都是没有血的，你没有加血的时候，怎么通关，对吧？这是一个。再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进气儿没有必杀怎么打啊？等等吧，一系列的吧。其实说白了呢，强者啊就会给自己啊，对吧，做一些限制。你看，好比咱们那时候看，经常有人练功，对吧？像那个《火影忍者》里的小李练体术啊，给自己的腿绑上那个，对吧？铅块。像那个看那个旋风小子林志颖扮演的那个四毛是吧？他就给自己脚上绑铅块，然后最后爬树什么的啊，给自己加深难度，是吧？如果说有一天这个小李仔爆你头，或者这些高手，对吧？被一个对吧杀人狂变态，比如说那个 I want to play a game 啊，一个那个电锯惊魂的那老头给他抓住了，然后呢说啊，你必须要对吧玩三国战记一命通关。这帮人说了，我操，你想咋一命？你说吧，你告诉我啊，对吧？就正常一命啊，我认为一命可难了呢啊！哈，操，那不随便玩啊，对不对？魏延你必须点跳不过啊！你黄忠的话，你就没办法了。黄忠的话呢，就是因为你进气儿了嘛，对吧？你不能用气儿去跳那个台阶，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能用进气儿去跳台阶，你就只能对吧？你啊，其实也不是啊，也不是。你要是吃雷神锤的话，呢，那应该是，我想问一下那个灯怎么打？不，走雷道是可以跳过魏延的，啊，文哥。但是呢，我想问一下，黄忠第一个灯怎么打？第二个灯我知道可以用看刀打。第一个灯怎么打？好，你看反跑来躲他这个地爆啊，地爆卡车，反跑，哎，黄忠的血杀行吗？能打着灯吗？黄忠的血杀，他不是原地唰，他能打到灯吗？第二个灯我知道，第一个灯。很多人说，那第一个灯你也可以用看刀打，那时间不就不够了吗？对吧？啊，对呀，禁闭怎么 AB 呀？对啊，对，这我在想说啊，对禁，你看这突然我也懵了，你连 B 都进了，你咋 AB 呢？是不是啊？我知道看刀可以打，但是好像。你先往回看刀，再往那边看刀，赶趟吗？我不知道赶不赶趟啊。好，可以看到这条命肯定是不死了。哎，这单挑曹操虽然说这个有铁甲兵，但这个地图太大了啊，这地图大，所以说反而呢就没那么难啊，足够让自己施展了。追地，其实我想说追地反 A 可以打呀，一个追地反 A 接看刀也挺爽的，是不是啊？看刀 ，OK， 还留有一条命啊，这就是死2命通关。所谓的死2命通关，一共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说是3命通关，但是不好听啊，还是所谓的这个死2命通关，哎，可以啊，还是我们的小李仔爆你头啊。咱们这个连着解说《三国战记》肯定是不香的啊，因为太那什么了。然后呢，他刚才又提供了2个视频，一个是真黄忠，一个是关羽。我认为真黄忠挺难的啊，可以放到之后再说，可以先把关羽说了，因为关羽5进，我靠，而且是关羽5进3命通关，可以打的啊，兄弟们。好了，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